你是潘大人之后第2个来看我的人。你能通过脚步声辨人？还有气息和心跳，我还知道，你此刻心中有很多的疑问。是，但我知道你不愿意多说。你不是沈慈，对吗？那我是谁？我去过新政书院，那里的学子与当下盛行的横绝礼俗、放荡不羁不同，个个都端庄讲理。可是你身上一点新政书院的影子都没有。那我就不能是沈慈的冤魂吗？如果你是冤魂，既已复仇成功，自然可以前往极乐，为何又会身陷囹圄呢？所以你的冤还没报。但是我来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冤仇苦衷。不过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魂身上，为什么不选择跟人合作呢？世人只知道鬼可怕，却不知在鬼魂的世界里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以前也觉得死人比活人可信，但是后来发现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让我相信的东西。潘大人是个可信之人，如果你真是无辜的，他定会还你公道。看来得去一趟南郡，才能查出狱中人的身份。也可趁此机会与他单独相处。尚文直，牢里的那个沈慈，你怎么看？他既不辩解，又不合作，整个人如云山雾罩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隐情。不错。不管牢里的那个人是谁，定和沈慈脱不了干系。要想查明其中缘由，恐怕得去一趟沈慈老家，才能弄清楚他的底细。那辛苦大人跑一趟。听说这南郡有很多好吃的，黄桥烧饼、扬州汤包，还有桂花糯米糕，定能一解这口舌之欲。听起来真的不错。那大人你多吃点。尚文直，你一日在县衙，便一日是我的属下。既然是我的属下，那理应为我分忧。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去啊？可是我本来想的是与大人分头行动，你去查访，我就去打听勾魂的方术。不过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查访的话，那咱俩调换，你去打听方术。区方术还用我亲自去查吗？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完了？那不然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你不是见我就烦吗？我见南郡人更烦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打听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奇奇怪怪的。公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所有县衙序里都查了一遍。可有一点？没有，非但没有，反而所有的人都挺努力工作的。具体说说。先说这个陈仵作吧。这个陈仵作之前屡屡被初学仵作的上官小姐给打压，心里面不忿，所以每日啊都早早回家，刻苦钻研。老主簿无儿无女，吃睡也都在县衙里面。但是他的咳疾愈发严重，所以这段日子也都没有外出过，基本上都在当房里。而刘捕快之前贪财懦辱，是这一次的重点调查对象。
但是我暗中查访，发现他原来是一位孝子，之前贪财懦弱，也只是为了保住饭碗，好让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。但自从灯会案之后，受到公子感召，从此拒收贿金，一心办案。其他衙役也都没有查出任何疑点。看来这个奸细藏得挺深呢。哟，哥几个都在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潘大人要跟上官小姐去郊游。前2天他还吩咐人在河阳郊区附近那个什么湖的那个客栈还订了房间呢。玉仙湖。哦，对。哎，这大人就是大人。你说哎，这上官小姐跟罗少主才没走几天，大人就把人给接回来了。还是潘大人技高一筹啊！回转不过几日，你多带些有必要的东西，这些没必要的就不要带了。什么是必要，什么是不必要？你比如说，丽香膏、杏花酒、新鲜的水果之类的。哦，我懂了，反正就是上官小姐喜欢的，那就是必要的；上官小姐不在意的，那就是多余的呗。我看你此刻就挺多余，快准备去。哦，是。大人，小姐，路上照顾好自己。走啦。为什么说是郊游啊？演给那个奸细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跟班呢？怎么没跟着？哦，阿江啊。我们只是好朋友，又不用时时刻刻在一块儿的。你不是说郊游是幌子吗？带这些干什么？你不也是吗？都是阿泽，为了麻痹县衙里的奸细嘛，演戏演全套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手不累吗？这样看吧。这书怎么好像刚出土似的？这是我让灵儿去鬼市淘的。上面说了什么有用的吗？这有一个什么召唤之术，很有趣啊，你想不想学啊？说说看。他说的是取对方一缕头发缠于杯底，杯中盛满青梅，酒一口饮下之后，再默念其名字17遍，对方就能出现。若是真的思念一个人入骨，无论是睁着眼睛，还是闭着眼睛，都能看到对方。
你难道就不想试试这方术到底管不管用吗？我是。给。真来啊！你以前不是老恨我对你诸多挑剔吗？若你真能召唤我，可以让我供你驱使，不就报仇了吗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好像是不错啊。记住了，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，念我的名字17遍，可千万别忘了。收到县衙飞鸽传书，潘越和上官芷去到玉仙湖郊游，可是派人打探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到那里。那他去了哪儿呢？潘越在查鬼火案，他们必然是冲着沈慈去的。这次务必要查清行踪。是。孙震在，带够人手，这一次要永绝后患。可您之前说过，潘越是准驸马，杀他会引火烧身呢。若他知道了桂林秘密，那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，就像当年杀杨继安一样，不留蛛丝马迹。是，明白。这里好热闹啊！今天正好赶上这里是反哺节，据说很多10几年前京城的一些百戏和小吃在这里都能找得到。但是你对这儿还挺了解啊。阿泽，你去把行李都拿上去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是。喜欢啊，买一个。不用，不喜欢。既然是反哺节，何不入乡随俗，回到小时候？走。你为什么选这个啊？我这人比较念旧，小时候喜欢的，现在也喜欢。你吹不吹？不吹我吹了啊。快。我还记得，当年那个唐人，你念了好几个月。
公子、小姐，本店的炙羊腿可是远近一绝，请二位趁热品尝。来。啊，多谢。大人你也吃。好。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啊？来南郡游玩也不叫我呀？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？我毕竟是个少主，找你还不容易啊。卓少主的鼻子还真是敏锐啊，都快赶得上猎犬了。吃什么？还挺香的。潘大人，一看就不会照顾人吧？这炙羊腿呢，这个部位是最好吃的。来喽，本店招牌双龙戏珠。一路奔波，多吃点。潘大人，何时这么会照顾人了？我县衙的人，我自该尽心照顾。只怕这关心过了头，会遭人闲言碎语。准驸马拈花惹草，世人或许会被你的皮囊蛊惑，我会骂你，可芷儿却不同，会无辜受到牵连，落人口实。我想什么做什么，自有盘算，用不着卓少主提点。切。我才懒得提点。潘越怎么回事？前阵子还巴不得我搬出县衙，眼不见为净，近来怎么对我这般体贴照顾？没想到这反哺节这么热闹，一间多余的客房都没有。潘大人，今晚只能委屈你与我同住了。好说，我就住在对面，若你有什么事，唤我。我也住对面。若想聊天的话，随时唤我。哼。潘大人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没必要动真刀真枪吧？说，到底为什么而来？你为了什么？我便是为了什么。若只是为了上官芷，用不着在外面埋伏这么多人吧？要我说可以。先把剑放下来。有人要劫杀你们。是那伙人。是。你怎么知道？关于水波纹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何出此言？阿泽说，那日在灯会上，你看到射杀雇佣的飞镖之后，便匆匆而去。你可是认出了那杀手的身份？潘越，我不需要你什么都告诉我，我也同样不需要什么都跟你讲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跟那波人不是一伙的。否则，我也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吧。大堂主，少主突然来了，此刻也在客栈。看来他是有所察觉了。我们还照计划行事吗？对不住啊，小店已经住满了。啊，店家，哎，我们一行人是赶过来参加反哺节的。哦，没成想这附近的客栈全都住满了。现在这雨又越下越大，您看，您能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让我们将就一下？这马棚啊、柴房的都可以。来，哦，谢谢，照顾一下。那就只能委屈你们住一下马棚了。行，多谢多谢。行。
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怎么？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过来关心一下你。哦。有事瞒着我？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睡觉啦。既然都睡不着，喝点酒吧。好。我听说卓少主原本在京城读书，半路弃学回来接管银玉楼，这个转变着实不小啊。我爹对我寄予厚望，希望我长大以后不要像他一样打打杀杀。可事与愿违，我爹死后，银玉楼风雨飘零。我不希望他亲手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毁于一旦。同为人子，若易地而处，想必你也会如此吧？不是每个人都像卓少主一样那么好运。我爹从小对我寄予的厚望，就是希望我从来不要出现在这个世上。而我对他最大的回报，就是不让他如愿。不过，卓少主江湖气概，怎么偏偏对京城来的大小姐上官芷情有独钟呢？我听说潘大人对这上官小姐可是嫌恶得很，如今态度急转，我也很费解。看来，你我都发现了上官芷不为人知之处啊。比如呢？比如他是个有趣的人。确实，河阳有趣的人不多。其实，你也算一个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卓少主原来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呢。你我二人如果不是喜欢同一个女子，或许真的能成为好朋友。或许吧。来，竟或许可以成为的朋友。今天这里住了很多外地的有钱人，把人全都绑了。快去报官啊！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保护上官芷先走，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。找死！一找死！
外面那些人是冲我们来的。是水波纹的人。嗯。你先走，我等后。你小心啊！得赶紧摆脱他们。怎么了？取对方一缕头发缠于杯底，杯中盛满青梅酒1口以下之后，再默念其名字17遍，对方就能出现。记住了，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记住默念17遍名字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你真的来了。果真是你！少主，孙堂主，你是要造反不成？孙震，我知道你还念着卓家对你的情分，为何背叛银雨楼？又是何人在背后指使你？少主，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公子，上官小姐，公子所料不错，那些人都是银雨楼的人，而带头之人便是大堂主孙震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应该是着凉了。你额头好烫。阿泽，附近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好。动！快点！跪下！跪下！少主，找了一天了，还是没有孙堂主的踪迹。先回河阳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
公子，来，给我，你赶紧去附近的药铺抓点药。是。上官芷，上官芷，还说没事。季风夜阑雨下，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填名字家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他这是守了我一夜。公子，药熬好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潘越亲了我，潘越亲了我？潘越为什么要亲我？难道他？怎么可能？你醒了？嗯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。谢谢。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要不就是刚才在做梦，一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没有睡醒。在做梦。公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一会儿路上走慢一点，不必急着赶路。上官芷刚好一点，别再颠簸了。公子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还没见过你对谁如此上心，考虑如此周到的，你还不承认你对上官小姐别有用心啊？怎么，我就不能喜欢上官芷吗？潘越喜欢我，他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，怪不得他让我陪他去沈慈老家，一路上对我关切有加，所以刚刚才会……不对啊，我现在是上官芷啊，他喜欢的是假扮的上官芷，而不是我杨采薇。不，也不对，假扮的上官芷就是杨采薇啊。他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没回来？
可以出发了。我出事1个月后，他便与郡主有了婚约，现在又喜欢上上官芷，他究竟怎么想的？难道感情对他而言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拿起、随时放下的石头吗？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他怎么如此冷淡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哎，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我帮你。哎，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上官芷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人是朝廷驸马，我哪会有什么意见呀？驸马，这个误会还要尽快解释清楚才是啊。公子，郡主他……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公子，那个郡主来信了。哼，一边将郡主的信带在身边，一边喜欢上官芷，你还真是两不耽误我。不行，无论我怎么好奇，都不该拆他的信件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能得郡主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以前只当潘廷尉家只有一个独子，没想到还有你。我对笔墨丹青也颇有兴趣，以后你时常进宫来教我作画吧。多谢郡主抬爱，只是潘某早已有婚约。易水之举，是为逼我父亲告知我那未过门娘子的下落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郡主见谅。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杨家孤女吗？听说她已经失踪10年，说不定人都死了。难道你要为她守一辈子吗？婚约能结，亦能解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皇上自会答应。郡主。他10年不见，我等他10年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终生不娶。跟保罗，你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我会跟他说，我非你不嫁。相信他会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皇上那儿有我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明真相，为国除奸。郡主为了救出朝中奸臣，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誉。若没有他，我甚至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，更别提到河阳当县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回京之后如此凶险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他是对上官芷动了真心，才特意跟我解释。上官芷啊，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。这卷书中记载的虫谷之术对我们查案很有帮助，我要先看看。好，你慢慢看。就这儿吧。
好。来，看看有什么想吃的。哼，你对上官芷还真是温柔细致。南区名菜，西湖醋鱼怎么样？太酸了，不吃。酸。酒酿圆子。哎，腻死了，太甜了。那油焖竹笋。谁要啃竹子啊？上官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几位客官想好了吗？吃点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给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沈慈家在哪儿吗？你要找沈慈的家啊？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他家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中间第一家就是沈家。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不太吉利。好，谢谢啊。阿泽，一会儿你去周围打探一下，我们俩去他家看看。是。这里如此破败，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小孩的东西，全都是双份的。你看，难道沈慈还有同胞兄弟？小心！别怕，是虫子。倒也不是特别怕。这看起来是个柴房，怎么会有人常住在这里啊？大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慈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啊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家原本确实有对双生子，大的叫沈慈，小的叫沈岩。沈岩，这小的呀，说了也古怪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他那双眼睛啊，还透着白惨惨的光。最古怪的是，他能招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。
真这么玄乎？那2个孩子呀，是我接生的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这小的，眼睛看不见，性子呢也孤僻，从不跟人打交道，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就倒腾那些虫子。他爹娘也不怎么管他，他就住在自己家柴房里，几乎不怎么外出。所以呢，一般外人都不知道沈家有2个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孩子还是惹了祸，他养的那些毒虫一不留神，把他爹娘给害死了。经过那事儿之后啊，这哥哥伤心的很，就离开了这儿，去河阳求学了，说是这辈子呀再也不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也没有人再见过那个弟弟。如此说来，沈岩定是跟沈慈一起去了河阳。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林之中，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，对陈父等人伺机进行报复。按照刚才大娘所说，那个沈岩天生就会控虫，那陈父等人意识不清主动跳崖，恐怕是沈岩下了蛊虫。这么看来，沈岩的杀人动机和手段都已明确。可是这跟水波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机关重重的鬼林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回去吧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吧，沈岩。你好像并不意外。只要有心，找出我的身份并不是很难的事。你生来异能，可以操控虫子。你怪陈父他们见死不救，害死沈慈，所以你假扮成他，利用蛊虫报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总想着自己。不过这还不是真相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水波纹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陈父。你竟然教唆一个朝廷命官为你杀人？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留着他无用，杀了他也不难，何不物尽其用呢？为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真相啊？到底遗漏什么线索了？没事，至少目前确定了陈父种的的确是蛊虫，只要了解了解法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哎，对啊，要是陈父能够醒过来，我们也许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。我先回去查一下方术典籍，找一下方法。哎，再忙也要吃饭吧？你这几天长途奔波，风餐露宿的，精瘦了不少。我让厨子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别叫我，你有这功夫自己好好查查案子吧。女人心，海底针。这对她好也不行，对她不好也不行。你说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敢讲。还有什么是你不敢讲的？讲。自打上官小姐进了县衙以来，我也一度觉得
他对公子的态度是摇摆不定。但是根据最近的种种来看，他恐怕是……什么？讨厌公子。啊？公子，你想啊，只有讨厌一个人，才会烦着他，躲着他，看见他就挑刺，见着他就想跑，根本一刻都不想跟他多待，对吧？对吧？不会说话可以不说。下去，哎，下去，下去。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讨厌我？怎么可能嘛？她都嫁给我了，怎么可能讨厌我呢？等等，当初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是上官芷，并不代表杨采薇的心意。他变成上官芷回来，第一个怀疑我是杀他的凶手。如今他与白小生和竹来江如此亲密，看来是把身份的秘密告诉他们了，却不肯对我透露半点儿。我越是对他示好，他就越是厌恶。难道他真的讨厌我？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怕我再待下去，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哎呀，可是我又不是我自己，我怎么能放纵自己呢？什么自己跟自己啊？小姐，你在绕口令吗？没什么，我自己都绕不清了。对了，小姐，方才卓少主让阿福捎来了口信。什么口信？他说银雨楼的事情他会调查清楚，让小姐莫要担心。少主，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玉蟾雏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引，据说有皮肉再生的功能。孙堂主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个？保存的这么小心，看来对他十分重要。白姑娘，哎，我家少主约姑娘申时在鬼市河边一会。你家少主约我？对，请姑娘准时赴约。告辞。嗯。才几天不见，约我干嘛？还去河边？切！不会是……不会了。哎，这镯子多少钱啊？哎，这镯子怎么卖的？今天心情不错，你看着给吧。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个也不错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不卖了，我要收摊了。我那个今天晚上呢？去哪呀？我约了约，这有钱。所以你们改天再来好不好？哎，下次再来啊。什么呀？枪！枪！你跟白姑娘说好了吗？时间、地点都没错。说好了，会不会是我们路上耽搁了一会儿，她先走了？喂。
小片子。干嘛？几天不见，不认识啊？今日又不是花灯会，你怎么穿的像个灯笼一样？你有事没事叫我来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有事找你帮忙。就知道你没事不会找我。你看看这个，御蟾蜍啊！就知道你识货。这御蟾蜍只有鬼市有人卖，你帮我在鬼市盯着，看看这御蟾蜍到底是什么人要买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为什么要查这个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管照做便是。到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怎么呢？合着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人是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是。行了，逗你玩的。我知道你心中不只有银子，还有我。那个御蟾蜍的事，就拜托你了。嗯，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。幻鸣虫产于南疆，最初脱胎于普通尸虫体内，后经南疆巫人所养，噬咬人后，通过伤口寄生到人血之中。寄生之后，人会意识模糊，无法视物，且此虫喜光，宿主也因此变得趋光，易被光亮所引。就是他。幻鸣虫一遇雪莲水就会融化，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嗯，小心。看来阿瑟说的没错，他真的讨厌我。好险，方才差一点就回卧塔了。以银针刺于上，于腰、剑鸣、丝竹、400、秦明6穴，滴入温热的雪莲水，即可驱散蛊虫。结果机会只此一次，否则病患将永无可治。按着他，陈父，别让他碰眼睛。福儿，福儿要忍住啊，福儿。福儿，看好他，半个时辰之后再施针一次，就可清醒。是，多谢上官小姐。还要等半个时辰，我先去前院走走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？好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我身边是种折磨，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富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虑而后知所先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？
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啊！有没有人？给我开门啊！什么人偷袭我？被我逮到死定了！药油，看来此人只是想困住我，并不想伤害我。肚子好痛啊！那个有没有人啊？我肚子太痛了，不行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肚子太痛了，有没有人？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我，你们是怕我救醒陈父？你们是沈岩同党？不是，不说是吧？跟我见陈掌院。不是，上官小姐，我说，上官小姐，您看了这个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9月初3，那不是沈慈去后山的日子吗？所以这些猪、狗、牛羊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些家里没钱没势的书生。陈父和周哥、刘史是书院里的霸王，他们看谁不顺眼，就非打即骂，或者把人当作畜生一样取乐。陈父他还记录下这本册子，让我们传看，以此震慑。看不出来你挺能耐啊！连我爹都敢顶撞，骨头这么硬，那今天你就给我趴着尿尿！来，把他裤子给我扒了！哼！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想趴着尿尿？滚！岂有此理！那你们怎么不告他？没用的。陈掌院一心护子，他威胁我们不许宣扬。我们都是出身寒门，10年苦读，谁不想博取个功名啊？要是跟掌院作对，那就等于失去了避举的资格，前途毁于一旦。所以大家谁都不敢说，大家都想忍一忍，等离开这里，自然就会好起来的。如今你要救陈父，我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猪做狗才出此下策。上官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告诉你的呀。
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却只想着自己。半个时辰都到了，上官小姐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回来没找着路。上官小姐，快失真吧。上官小姐，怎么不是真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福儿，福儿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告诉爹，是不是沈慈害的你？一定是他，是他造弄那些虫子咬了我，没过多久我就看不见了。福儿，你受苦了。潘大人，请为我儿主持公道啊！难怪你方才情绪那么反常。我一想到那人嘴里说出“公道”二字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救的却是一个恶魔，真正受迫害的人有冤难鸣。我甚至刚刚都在想，我就应该答应沈岩的条件，然后我就趁此机会拿针一针扎死他。当然了，我也就是想想而已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长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你们在看什么？不知道。今日潘大人要公开判决鬼火勾魂啊！妖术啊！陈妈，咱们一起看看。他就是手上的潘大人，带嫌犯。他就是那个书生，长得挺俊秀的。真是没想到啊，真的是他。你懂什么？这种妖孽怎么能轻易陷于下？千
万别看他的眼睛，当心被勾了魂去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慈今日受审，你们不去看看？这跟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。沈慈只是反抗了虐待他的人，如今却要问斩，这实在是不公平。而且你们也深受其害，你们的沉默只会成为帮凶。上官小姐，分明是你救了那个恶人，现在却要我们舍弃前程去作证，这对我们公平吗？读书要紧，多管闲事。走，来。继续念。而不依之徒，摄取与然诺，千里送义，为此不顾事，达乎死生之分。事情的经过呢，就是这样。请大人严惩凶手，以为我死去的两位同窗挚友。嫌犯，你以虫害人，致两死一伤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。你有何话说？无话。我有话说。大人，上官芷，你有何异议？没有。大人条分缕析，明断无误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堂上还有漏网的凶手，就是这位陈父陈公子。什么网之鱼是陈父？不会吧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杀谁了？你跟周哥、刘史三人图谋杀害沈慈。上官芷，这里是公堂，若无证据，切莫信口雌黄。大人，证据我自然是有的。这本册子，陈公子应该不会陌生吧？都是你亲手所写，上面记载了你在新政书院所有的欺凌霸行。9月初3，杨胆大妄为，暗中告状，用荆棘条一路抽打，驱赶至后山鬼林，林中遇鬼，将杨拖走。9月初3，也就是沈慈被害的当天，这也就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试胆大会，是陈父等人强行将沈慈拖走。怎么样？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好玩吗？我觉得这林子邪乎的很，咱们换个地方玩吧。我怕什么呀？
啊，老子还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呢。起来了。哎，这样的。我去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走。陈公子，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你自己的字迹，总不会认不出来吧？一本小册子而已，怎么能当做杀人的证据呢？富儿从小就喜欢奇思妙想，随手写下来的这些字句，若这也当真，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对啊，我编故事写着玩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。上官小姐，你之前救过富儿，我很感激。若是再这样没有分寸，我可以诉你诬告之罪。陈掌院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人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合起来诬陷我，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啊！达逝者，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护也。新政书院学生杨万明，愿押上我的功名和前程，为审词作证。臣父长期欺凌，陈掌院失职无教，这才酿成今天的惨剧，请大人明鉴。你们，新政书院王斌也愿作证；新政书院牛强也愿作证；新政书院应征愿为作证。我们都愿意作证。你们这群贱民！臣父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作何解释？没错。是我打的神子，也是我逼他进的鬼灵，怎么样？富儿，怕什么呀，爹？您是掌院，整个书院都是我们家的，我不过是找点乐子而已。婶子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我赔他点医药费就是了。你们能治我的罪吗？啊？能啊。陈仵作，抬上来吧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掌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现在除了县衙里的人，没有人知道后山那具尸体是沈慈的，更没有人知道死牢里关着的是沈岩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就让沈岩把这出偷梁换柱演到底吧。陈仵作，念验尸禀数。是。尸体发现于新政书院后山悬崖下，死者男，19岁，死亡时间为1年前，死因为窒息，经确认是新政书院书生沈慈。这你说什么？那个是我不知道。对，他是沈慈，那他是谁？对呀，他是谁啊？那他是谁啊？谁啊？你还是自己说吧。我叫沈岩，是沈慈的胞弟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生来就与虫为伍，
就连亲生父母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唯有哥哥，是我从人身上获得的唯一温暖。今天是咱们的生辰，这是娘亲手煮的长寿面，快吃啊吃！娘才不会给我煮长寿面呢，是哥那碗吧？我吃了，你吃什么？咱们同胞而生，分吃一碗面又算什么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我都很庆幸有你这个弟弟。谢谢哥。直到我闯下了弥天大祸。哥哥远走河阳求学，我便悄悄地跟着他，一直躲在书院的后山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哥那样一个好人，一个连虫子都不会踩死的人，却被你们这帮恶人凌虐致死。回去把嘴给我闭上！走！偷偷将我哥的尸体埋藏起来，以他的身份回到书院。因我目盲，无人察觉。你们杀了我哥，就该替他偿命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的眼睛，我也看不见了。我看不见了。富哥，我看不见了。我也看不见了。富哥，我用幻冥虫让他们目盲，幻冥虫趋光而行，我又操控萤火虫，用虫光引他们跳崖。福儿，你们想害我？潘越，你竟然为了一名死囚隐瞒身份，跟我使诈！福儿，使诈？我自始至终有提过他的名字吗？是你自己太笨了。更何况，对付你这样的奸恶之辈，我诈你又如何？潘大人，福儿年少无知，是我这个做爹的疏于管教，还望潘大人手下留情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啊。根据我朝律例，过失杀人、伤害、无赦，即刻入狱，流放边疆。福儿，认罪伏法，才是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潘大人，来人，带下去。福儿，福儿，福儿，你救救我！福儿，流放！福儿啊！救救我！沈岩，你以仇复仇，其情可谅，但于法不容，判你杀人偿命，秋后问斩。草民知罪，谢过潘大人。走，回家了。
爹爹，那个哥哥说，达世者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患也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真正的大义。人一旦想明白了真正的大义，就会变得勇敢。什么利害关系都不能迷惑他，也不能吓退他。哦，那我将来也要做一个懂得真正大义的人，是吗？好。爹爹，你看太阳出来了。是啊，太阳出来了。这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，惊涛不休。道一曲便来无恙，痴一生，斩断情由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两马难成，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仇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千缘两纵难张，然可以急刀入身。两马难成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两才难令，然可以治君见尊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扰扰，大祸不了了。我虽然能够理解沈岩的所作所为，但我觉得他实在太傻了。为了报仇搭上自己的一生，却不知道他的人生可比那些恶人珍贵的多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既然选择复仇，就需要面对他应该承担的刑罚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劝那些书生站出来作证的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让人在他们窗外念了念书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沈岩说的没错，人没那么伟大，甚至有些时候比虫子还渺小。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会变得懦弱。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会动摇，也会犯错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为了正义，奋不顾身的勇敢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